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手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想帶大家一起來拆解一位傳奇投資人，也就是橋水基金的創辦人瑞達里歐。看看他究竟是透過什麼樣的思維框架，讓他對2026年之後的世界發出了這麼嚴峻的警告。好的，我們直接切入重點。達利歐在今年1月的時候拋出了一個震撼彈，他說現有的法定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還有國際地緣政治秩序全部都在崩潰，所以我們正處於戰爭的邊緣。哇，這句話分量真的很重，對吧？這不是隨便說說的危言聳聽，而是他根據一套非常完整的歷史分析框架才得出了結論，而這也正是我們今天要一起解開的核心謎題。不過啊，要搞懂他這麼宏大的預測，我們得先回頭看看這個人是怎麼煉成的，而這一切的一切都要從他人生中最慘烈、最痛苦的一次失敗開始說起。時間我們倒轉一下，回到1982年，當時的達利歐可以說是意氣風發，他非常高調的公開預測說美國經濟馬上就要崩盤了。結果呢？他錯得一塌糊塗，市場不但沒有崩盤，反而迎來了一波超級大牛市。這次誤判讓他賠到幾乎破產，公司裁員到最後只剩下他一個人，甚至慘到要跟自己爸爸借4000塊美金才有辦法過活。你想想看，這對一個頂尖的投資人來說是多大的打擊？但也就是這一次痛到骨子裡的失敗，讓他領悟到一個可以說改變他一生的公式。他發現真正讓人進步的過程是這樣的：首先，你會碰到痛點，就像他這次公開出糗又賠光錢，然後這才是關鍵，你必須強迫自己進行深刻的反省，誠實的去分析自己到底為什麼會錯得這麼離譜。最後，你才能真正的進步，並且建立一套原則，確保自己以後不會再犯同樣的錯。這個痛苦加反省等於進步的公式，就成了他後來建立所有分析系統的最重要的基石。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達利歐把他從個人失敗中學到的這套系統性思考，從個人層面一口氣放大到整個宏觀歷史的維度，發展出了一套用來解釋國家甚至是帝國興衰的理論。這也就是他用來觀察世界的藍圖。他把這個東西叫做大週期。這個概念其實不複雜。他認為所有帝國的崛起跟衰落都會遵循一個不斷重複的模式，而一個完整的週期大概會持續50到100年。更重要的是，有5種巨大的力量在背後推動着這個週期的運轉。只要你看懂了這5股力量是怎麼互相影響的，你就能看懂我們現在到底身處在什麼樣的全球局勢裡。好，這5股力量的第一個，也是他認為最核心的驅動力，就是金錢、債務跟經濟。講得更白話一點，就是一個國家長期的債務循環。為了讓大家有個具體的感受，我給大家一個數字，你聽了可能會嚇一跳：38兆美元。這是目前美國政府欠下的國債總額。這個天文數字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就是一個國家的借錢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它賺錢的速度。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表示整個系統已經進入了債務週期的末期，風險非常非常高。好，第二股力量是從外部拉回到國家內部，叫做內部秩序與混亂。這指的其實就是一個國家裡面，因為貧富差距跟價值觀的對立越來越嚴重，所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跟政治鬥爭。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的數字真的非常驚人，值得你記下來。數據告訴我們，從1989年到現在，在美國金字塔最頂端那 0.1% 的超級富豪，他們所擁有的財富份額是往上暴衝了60%。但同一時間，社會最底層那一半的人呢，他們的財富份額是直直往下掉，縮水了將近一半，是負的46%。這一來一往，一個暴增，一個巨減，中間就撕開了一道巨大的鴻溝。而這種極端的貧富差距，就是內部衝突最容易引爆的火藥庫。再來，第3股力量就是外部的秩序與混亂，這主要講的是地緣政治上的權力鬥爭。
通常，當一個原本稱霸世界的老大哥開始有點力不從心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挑戰者出現。這種新舊強權的對抗，在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再重演。而我們這個時代最明顯的例子，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國跟中國之間的全面競爭。第四個，這個力量常常被大家忽略，但威力非常強大，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像是全球性的氣候變遷、突如其來的大瘟疫，或者是嚴重的乾旱，這些事情看起來好像跟金融、政治沒什麼關係，但它們往往是壓垮一個脆弱舊市區的最後一根稻草。最後第五個力量是人類的創造力跟科技，這股力量是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力不斷往上提升的主要動力，但同時它也可能帶來巨大的顛覆。達利歐就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關鍵的科技，毫無疑問就是人工智慧 AI。它就像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可以創造巨大的價值，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讓社會貧富差距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重點是，這五股力量不是單獨運作的，他們會互相影響、互相加成，共同把我們推到了現在這個關鍵的歷史轉捩點。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既然宏觀環境這麼混亂又危險，那我們個人或是一個組織到底該怎麼辦呢？達利歐不只是提出問題，他更在自己的公司橋水基金親手打造了一套他認為可以在混亂中生存下來的法則。他建立的這個文化叫做創意擇優，這跟我們一般想象的辦公室文化可以說是180度的大轉變。在傳統公司裡，通常是老闆說了算，意見是從上往下傳。萬一犯錯了，大家想的都是怎麼把事情蓋中，維持表面的和諧比找出真相更重要。但在橋水，他們玩的是另一套規則，誰的點子最好就聽誰的。不管你的職位是什麼，他們要求每個人都要做到極度真實跟極度透明，而且他們認為有建設性的衝突跟意見不合，反而是達成卓越成果的必要過程。這套文化背後有幾個核心原則，我覺得不只適用在公司，對我們個人怎麼去面對這個變動的世紀也很有啟發。第一，要追求有意義的工作跟有意義的人際關係。第二，要勇敢擁抱極度的真實和透明。第三，要認識到衝突是建立良好關係的必要過程。第四，要忠於大家共同的使命。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要建立一個允許犯錯，但絕不允許不從錯誤中學習的文化。這整套原則的目標，其實就是在達利歐預見的那個複雜又混亂的世界裡，打造一個能夠不斷自我修正、持續進化的強韌組織，甚至是個人。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從他個人失敗的頓悟，到宏觀歷史的大週期理論，再到他建立的組織文化生存法則，這所有的一切其實都指向了同一個問題。那在2026年，我們到底會面臨什麼樣具體的風險跟機會？達利歐的分析框架特別指出了3個在2026年我們必須要高度關注的風險領域。首先是債券市場的風險，因為很多外國買家，像是中國、日本，都不太買美國國債了，這可能會造成嚴重的供需失衡。達利歐用了一個很生動的比喻，他說這就像是一個國家的金融心臟病，隨時都可能會發作。再來是 AI 投資，聽起來是好事，對吧？但他警告，這很可能是一種流動性的幻覺，意思就是市場上充滿了太多熱錢，把相關公司的股價炒得非常高，但這些公司的真實獲利其實根本還沒跟上，就像一場靠着興奮劑撐起來的派對，看起來很嗨，但泡沫隨時可能破掉。最後一個是美國政治的風險。其中選舉之後，美國很可能會出現一個所謂的跛腳政府，也就是說，總統跟空會分屬不同政黨，導致政府內部整天吵架，互相扯後腿，結果就是完全癱瘓，根本沒辦法推動任何有效的政策來解決前面提到的債務危機，這也就會讓內部的衝突更加惡化。所以講到這裡，達利歐整個分析其實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在一個歷史會不斷重演的世界裡，歷史對我們來說究竟是一個我們怎麼樣都逃不出去的監獄，還是一本可以讓我們從中學習、找到應對方法的劇本？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就掌握在我們每個人如何去理解和應對這些正在發生的巨大轉變之中。
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透過達利歐的視角理解了3個層次。第一，從個人層面，痛苦加上反省等於進步，是他面對失敗的核心法則。第二，從宏觀層面，他用5大力量——債務、內鬥、外爭、天災和科技——來解釋帝國興衰的大週期。第三，在2026年的具體風險上，他警告我們要小心債市失衡、AI 泡沫和政治失能這3大風暴。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